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9部分。那这一章呢，是从1984年2月14日这是个情人节开始的这一天是星期二下午赛斯资料传递过来的时间是4点32分。他说这是真的新活动的第13天。你看罗还每天记着真的这个新活动。真昨天晚上打电话来要我离家去330病房的时候，当他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又很暖和了超过了50华氏度，冰和雪都已经没有了。我在银行停留，买了一张支票交国税局，一张汇票付账。我告诉珍，今天早上我给2位捐款者写了信，我计划这周稍晚在银行开个账户来存那些支票。然后呢，我也告诉珍，在一堆暂时遗失的书迷的信中，我发现牙医的秘书及护士芭比的一个字条，将我的预约由2月13日改到了23日。昨天我严选预约的那个日子，我独自坐在诊所里，根本没有人出现。我写给牙医一个字条，留在他的桌子上。我和牙医真的有点奇怪，我告诉珍，如果他昨天在330病房上了定期的课，以至于我昨晚忙着打字的话，我不会发现芭比的字条，因为我不会在晚饭后有多余的时间去翻书迷们的信，清掉我每天带回医院的纸袋等等。所以为什么他昨天我与牙医有约的那个日子没上课？说真的，那是他数周以来第一次错过赛斯课。确实每天都上。罗的意思说，为什么我跟牙医错过了之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了他把预约的时间从13号改到了23号了。如果他上课的话，他就忙着打字，没有时间翻这些旧的资料，他就不会发现这个纸条今天我由医院打电话给芭比查询新约定的日期，就是他牙医的日期。当然这个经验依循着我上次预约的经验，那是有记录在案的。我的一颗牙齿弄缺了个角，而在同一天到牙医诊所去看他能否修好它，却发现说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我有一个我忘记了的预约。当我走进去的时候，芭比还以为我是按时赴约了的呢。说他以前的事珍今早去了水疗，她的体温在正常范围内，而她的菜单不再有计算卡路里的这个指示。今早她没有看见杰夫，就是她的主治医生，他仍然在打2种抗生素清大霉素和一种治疗膀胱炎的抗生素。他斑驳的脚甚至更进步了，我告诉他进步的惊人，但是珍看不见他。珍午餐吃的差不多之后，我给了他一张情人节贺卡以及一盒新型的糖果。今天我没有吃午餐，因为一位护士曾经跟他说，他们的医院员工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派对，让他在330病房等着吃他们会有蛋糕给他。不过也没有人出现，所以我就吃了餐盘上珍不吃的那些东西，比如加了芥末的半个烤牛肉三明治，很好吃。既然他没有昨天的课可以读，珍就试着读2月1号的课导致他后来有开始新生活的这个第一天、第2天、第3天这样的那个课不过他做不到，他读不了，所以我就读给他听。健康是极为简单的那个绝佳的那一节课。然后我读给他听2月5号的课，也是同样的好。他们对他有帮助。珍鲜有要求去读过去的课珍很少读过去的课，我想仍是自我保护的行为，就是珍自我保护的行为在作怪而多年来都是如此不是最近，珍一直是这样。纵使赛斯最近再度强调建议他要重读那些资料，他还是那样不去读以前的东西。对我而言，这个情况一直是个清楚的展示。
他自己的一部分仍在对抗他的另一部分，而他害怕自己仍在主宰。虽然在这些日子里也许到了一个较少的程度，因为我们都有进步。从这段话里能看到罗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就是能看到真内心的这些活动的。真为什么不愿意读他过去的课？就是他其实是抗拒那一部分就是通过通灵传过来的赛斯资料，他不是100%的接纳的。一部分的自己是抗拒那部分的自己的虽然他说真有所改变也开始读了一些但是还是不怎么读真的体温正常，华氏98度3弗兰克·朗威尔在3点45分来访。他说我试着写了一些信，但没太多进展。由于天气温暖，330病房开了1个英尺的宽的窗户暖气已经关了。再次的，当真上课的时候，我变得觉知到市场街的噪音了。然后赛斯就过来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们俩说赛斯午安。他说鲁伯需要听到你给他读他听的精确的资料。他说鲁伯现在眼睛可能看东西已经比较吃力了，他既然读不了的话那你就要给他，你帮他读。他就跟那个罗说他说你这个给他读的是比较准确的。那他自己看的呢，因为他的眼睛不太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可能因为这个看不清呢，所以说对资料的准确度呢有偏差，对真的帮助就没有那么大。他说你不如准确的读给他，对他的帮助更好一些。然后呢，赛斯就说那些资料那些概念是如此的有益，以至于如果你们无法有个时间表去常常的读那个资料，就真的是太不幸了。赛斯说那个资料对真特别有帮助特别好，但是你们就是不去读它。赛斯说真的是太遗憾了然后呢，鲁伯就说他很少叫我读给他听鲁伯说不是我不读给他，他不让我，他不想听然后赛斯说那只是因为以你们现在的时间，每件事都以一种方式排定的时间就是你现在的时间都被你排满了，几点干什么，几点干什么打针、吃药、做水疗，然后看电视，然后回信等等。赛斯其实没有说的那么难听的意思，就是说你连读这一节短短的那一节课10分钟都不到的时间都没有这对你们，尤其是对真的这个康复这么有用的东西，而且赛斯不知道有多少次建议他们去重读那些内容了，可是他们就是不读。可是那个资料是良药赛斯说你把它当药看行不行？药是什么？每天必须你们吃药的时候都这么按时准点的分毫不差的一天吃几次，每次服几粒都吃。为什么我这个资料就像比药还有用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去用呢？赛斯都有点急了他说而的确可以救命的呀。赛斯说这个话其实赛斯已经暗示了赛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其实可以救命的呀他其实说是这个药其实非常管用但是他太着急了他其实说是可以救命的。其实罗和真这时候都没有那么大的敏锐没有觉察出来。其实赛斯这句话说，如果你们不换一种活法，或者不去真正的生活在架构2里头，如果按照你们现在的这种模式发展，赛斯已经看到了那个结果，真会失去自己的生命的。但是这个话那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且他们是可以在当下的威力之间改变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赛斯也没有想说的那么清楚。但是这句话其实透露了赛斯的底层，他是知道的知道真如果如此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所以这里头他一不小心说漏嘴了他那是个良药而且是可以救命的良药反过来你说什么？如果你不吃这个药，那你很有可能
小命就没了。然后赛斯再次强调，他说真的很不幸啊，那些如此简单而有效的显现的自然里的这些信念，对于通常认知的意识方向而言，仿佛是如此的神秘。赛斯说真的不幸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像在自然里的这种信念，就像大自然中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的啊。他说健康是这种自然的嘛，那个2月1号那一节课，他说自然啊，健康是自然而简单的，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能得到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在你们人类这里就这么困难的得到呢？啊，就好像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好像健康，保持健康是一个多么神秘的东西啊，好像是一个秘籍一样。我们天天去问那些100岁老人或者高寿老人啊，长寿的秘密是什么？长寿哪有什么秘密啊？长寿是如此的简单和自然的呀。可是你们人类为什么就要把它当成一种神秘的不可得的这种秘密去探索呢？啊，这是赛斯的一直这种苦口婆心啊。他说当然你们公认的方向的确有其角色，公认的方向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认知啊。而再一次的就其本身来说，它必须保持孤立于身体意识之深刻的创造性的疗愈之外的。就是它指的是谁？它指的就是这种大家的通常的认知，就主流观点，就是我们认为的科学的，我们的这个医学的这些观点，它是必须孤立于身体意识之深刻的创造性的疗愈作用之外的啊，它是一个外因或者外在的作用，它不如你的内在身体自我疗愈的能力强大的啊，就这种主流的观点，它是外在的啊。你内在的身体意识创造性的疗愈，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外围的。而这个核心你没有树立，其他的作用都不大的。公认的意识方向是真的担忧者啊，他是担心的那个人啊，因为他认识到什么？他只能走这么远，而通常没有足够的教育以认知到它本身是被供养和支持的啊。而现在我们祝你有一个好的下午啊，并且我会调整，的确会调整加速鲁波疗愈的过程的那些坐标。他前面说这个那个公认的那些认知啊，就是所谓的主流观点啊，他是一个担忧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能力只能这么有限啊。比如说很多医生都告诉你，这个医药的作用是有限的，不是那么，越是专业的医生越会告诉你，主要靠你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和自我疗愈功能。越是专业的医师越相信这些啊，越是水平低的医师，他越是大包大揽说啊，这个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越学的越多的，越专业的专家越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的啊。但是呢，因为医学的有限呢，它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他就害怕说这个我只能治疗这一部分呢，剩下的我治不好怎么办？其实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更远的部分由自我的身体意识在照料着呢。所以说他一直都是担忧的，就是他怎么说呀？这个逻辑上，就是西方医学觉得自己很厉害，在某些方面上，但是在底层他自己又没有信心的。其实啊，用一个专业的医生的话说，我们连感冒都是治不好的，感冒基本上都是病人痊愈的，没有一个感冒是医药把它治好的，药只是缓解感冒的症状啊，所有的感冒药都是缓解感冒症状，而不是治疗感冒的。感冒是靠你自己好的啊！所有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连感冒我们认为这么最小的疾病，人类拿它是束手无策，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的，治疗不了的啊，只能让他自己靠自身的免疫力好。这是西医的有限性，他们知道，他们
他们从小就学的这个知识，他知道这个东西有限性，所以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他们内心很脆弱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但是因为这种局限性，他是有一种担心的嘛，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全能的，也不是那么厉害的，所以说他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那么多底气的，他更多的是依赖病人自我的康复能力的，但这话又不敢说出来，因为医生那位病人指望着医生的所有的病患都指望着医院和医生，所以说赛斯就把他们的底层的心态说出来了，所以他们底层是个担心的者，是个担忧者，他不是一个坚定的笃定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对，而赛斯说他不用担心本身他就是被供养和支持的，因为就算没有这个外在的东西，人的身体自我权益能力也是非常强悍的这个点我把它给说清楚说透了，希望大家能理解然后呢，他说我的确会加快鲁伯疗愈过程的那些坐标，然后他说当然你也在我的注意之内，他说罗而这些进来的课应该也有助于你调整自己的身体而复苏蓬勃生机和了解的感觉他说对你罗也有帮助就是你给真读这些课对你也有好处复苏了你的蓬勃生机和了解的感觉，就是觉知能力也会增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鲁伯在长期的照顾真的这个病况中，你看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他是没有来陪真的可能中间只有1-2天你往后面的看里头会有偶尔会有1-2天，非常非常少。也就是在真住院这1年半的时间里头从83年4月份住院到84年10月份离开，罗是几乎每天都在医院的。你想想，他每天都来陪床，而且还要这个打字、出版、校对、回信，还要去帮助这个照顾家里的这些日常的这些报税、乱七八糟的捐款，还要去给真去上赛斯课，还要给他读，还帮他疗愈，还要开导他等等还要给他做按摩，给他捏腿、捏脚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时候的罗已经大概是65岁的60几岁忘了，60多岁了，可能是65岁。他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也不是一个34岁的壮年，他这时候已经60多岁了。虽然在赛斯资料里没有年老年少这一说对，但是这样持续的这种体力上的精力上的消耗，对罗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然后他就问你，他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然后赛斯说可以。他说当你说每次你都会说我会调整那些加快鲁伯疗愈过程的坐标他说你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赛斯就说请等我一会儿赛斯是给他解释为什么。赛斯说当我在场的时候，就是当真跟赛斯连接的时候，赛斯来传递资料的时候，这也将鲁伯放在了与自己关系的一个不同的架构内。就是当鲁伯就是真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他是处在另外一种意识状态下的就是他要跟赛斯链接嘛。他们在早期课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讲过赛斯和真他们俩都要各伸出一部分的意识在中间，在这个真的这个回旋面上这个意识的回旋面上，回旋面就是出去还能回来，像回旋镖一样的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状态下，真的跟他以前的自己没有连接赛斯的这个状态，意识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跟他自己的关系不同的架构里头说的直白一点，就把真从小我的状态里给他抽离出来了在其中大多数的负面性根本起不了作用，就是真的那些负面性的想法在他跟赛斯
传递资料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状态已经脱离了小我，而小我的那些负面性的信念对真的影响就被屏蔽了，就不会影响真，因为小我不再当值了这时候真的是大我在当值或者高我在当值。在这个时候，小我的负面信念虽然很多，但是不起作用了。所以说赛斯说，那就相当于让真的小我的负面信念对真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会减少一些，而让这样的减少会让真的身体的自我疗愈能力增强，让它自我的康复速度加快，因为不再受小我负面意识的干扰，负面信念的干扰了。说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赛斯说为什么说我会加快鲁柏疗愈过程的那些坐标他说就好像是你设好了一个小小的疗愈站或者一个疗愈的平台，而从那个有利的位置，身体于是能比较远较有效的运用其疗愈能力他说就好像是赛斯就说那个鲁柏也就是真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疗愈站或者是一个疗愈的平台在那个平台里主要是传递赛斯资料，但是在那个平台或者叫疗愈站上，真的小我的负面信念对他是没有伤害的，而在这种过程下，他的身体的自我疗愈功能会极大的帮助真快速的疗愈所以从这个细节你可以想象到真的负面信念有多么严重他对自己的伤害有多么大，只是短短的这么小的时间内，让他的负面信念对自己没有伤害，对他的疗愈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如果真能转换的信念不再让他自己的这些负面信念伤害自己的话，他的病早就好了但是他做不到这是他在讲，他就你想象有个平台嘛，在那个平台里头就不会受小我的负面的影响然后赛斯说，现在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真就出体了从出体状态回来了出神状态回来了。他说是我。4点47分，真只模糊的记得赛斯对我的问题的答案。我之前想过要问他，并且该去问的。我还想问另一个问题，但你太快就出来了。我说，我读这节课给他听，然后解释说，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当赛斯在场，即使我不在，而赛斯没说话，他是否能将自己放在那个状态你看这个罗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跟真的健康有关的。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罗不在就是不记录这个内容，赛斯呢来了但是不说话，真呢只跟赛斯在那个平台上呢待一会儿，这样对他的疗愈是不是有帮助他说如果一天你能做1次，为什么不做2次呢？他说你一天能够传递1次赛斯课，为什么不传递2次呢？或者更多次呢？罗就问他，你就假装我在浴室里，只是你看不到我，或者我在走廊里。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罗不在的时候，真能够进入跟赛斯连接的那种状态，然后也不用上课，也不用记录什么，只是进入那种状态，是不是就能加速他的疗愈呢？真同意去试试。这是罗的一个建议。他听赛斯说这个对真疗愈好处，他马上就想到，那是不是可以用个这种方式来增加他的疗愈，增加他疗愈的时间你看罗的反应还是很快的然后罗又说，我无法相信我们不能每天抽出10分钟去读一遍2月1号的那节课呀。他说，假使如果我们必须放弃看一些电视，尤其是当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些节目的时候就是看过了，他们俩还在病房里无聊的再看一遍我们几乎不能让一个时间表干扰这些重要的活动而我再次感觉在这种事里要靠我来带头。罗说，读
读2月1号那节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什么这些看电视啊，什么这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给他打断。他说这块呢，他说不能指望真了，真从来不要求读啊。他说这是我得要求了，我得带头啊，这是罗的感觉啊，说的是对的啊。然后真说，明天我可以问我的第2个问题，就是关于真自己进入那个跟赛斯交流的状态里头，但是不交流也不传内容，对真的疗愈是不是有帮助？下面看下面一节，1984年2月15日星期三下午4点32分跟昨天时间一样。由于昨天倾盆下雨下个不停，昨晚的地下室有点积水，我就用拖把抹掉一些，但那个老拖把就4分5散了，所以我必须买一把新的。雨下了半夜，今晨又下了一些。当我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又是很暖和的42度。真在吃早餐，又被抽了很多血，他睡得很好，去过水疗了，他的体温正常，但只有一种抗生素就是这个 Bactrim 这个东西啊。他吃了一顿还不错的午餐，丽塔带来了一些 Jeff 要我太太服用的钾和维他命 C， 显然是一个检测的结果丽塔将它弄碎，而真试着用夏威夷混合果汁吞服，他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个果汁和药的味道。在午餐后，我读我昨天读的同样的2节课给他听，就是2月1号和2月5号的课。我告诉他，我要问赛斯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发烧这件事发生在他开始实施新方案的第1天之后，一定有很多的关联罗很奇怪，为什么当真决定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用我们的新的信念替换旧的信念，为什么这个决定之后他会接连发烧，持续发烧了好长时间他不理解真试着读昨天的课，但无法读得很好，因此他将它放到了一边，抽了一支烟。他给我看他的整个左臂和左手，尤其是手肘活动的好多了。最近他提到好几次他手的改变其实他在康复他给我看的右手和前臂如何能够活动的更多了。他说他的2只脚也都会动，并且感觉自由多了。他在脚上的斑也进步了很多，看起来像是他的身体普遍显示许多向好的方面改变的迹象，仿佛身体在为改变做好准备似的。赛斯曾预告此事以前就说过他会越来越好的真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根本没动多少了。我读昨天的课给他真现在的身体比以前灵活多了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动了在我俩都没有觉察之前，已经到了4点20分了。我试着整理信件，但却毫无进展。到4点半的时候，我按铃叫了一个护士助手，因为真床头杆子上的药袋已经空了。当我们在等护士来的时候，真决定先上课，他不想等了。他说我会试着小声说。窗子刚关上，当我试着读给他听的时候，我曾被交通声打扰，所以他觉得这个交通声影响他关了窗了。真的赛斯之声的确比较安静赛斯来说，现在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就说赛斯午安。然后他说思想有其风格，就每个人的思想都有风格正如衣服有许多形形色色的风格是一样的衣服没有，衣服也有风格每一个设计师或者每一个品牌的风格都不一样不是颜色的，不是款式的不同，是风格不同记住，这个是风格，不是款式公认的意识方向就是我们的主流观点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习俗他说我们的社会主流观点是一种习俗。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你是比较自由的方式思考的，但是逐渐的你被教育成某种方式思考。你发现当你以特殊的方式思考和说话的时候，你的需求很快就会得到满足，而你会更常获得认可，最后它仿佛是唯一的自然的运作模式了中间特别打断了，我们就不说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在以前的那课里头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讲我们的这个信念是怎么来的。
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是想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我们的逐渐的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家里环境的影响、父母的影响，我们会逐渐的倾向于一种固定的思考模式，因为我们按照这种思考模式会得到表扬和鼓励。如果你用别的思考模式去思考问题或者处理对世界的这种看法的时候，会得到大家的这个批评或者训斥告诉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只能这么想这样久而久之，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式了这个就像《黑客帝国》里面说的那个矩阵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活在这种语言和文化的矩阵里面这个 matrix 也叫矩阵，也叫母体活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从这个文化的母体当中，或者是从这个语言的，或者是从信念的母体当中是诞生出来的。我们不仅诞生于我们母亲的身体，我们也从这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母体中诞生。你们整个文明都是围绕着这种内在的架构是建构的就整个文明都建立着这种集体的，我们荣格管它叫集体潜意识其实它已经不是潜意识了，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共识。他在说就这种社会主流观点或者社会共识我们的社会文明就建立在这种共识之上的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都差不多就是你跟别人交流都差不多。所以说呢，你跟别人我们好多我们好有共同点我们都能想到一起去，突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好像说我们太多的共同点。其实这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在生活中特别容易找到那种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能说到一块的人，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而相反，你现在的很多观点跟主流观点格格不入，甚至你的很多朋友都不能理解你那对整个人类发展来说，你是那个好的事情你是那种变化的变异的提供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或者说你更像一个小孩子，思想不受限制和控制，所以说你跟大家的观点都不一致说的难听一点，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那大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或者一种讨好型人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我们愿意用大家接受的思想模式去思考，愿意说大家都能接受的语言和观点，我们不敢做真正的自己，不敢表达真正的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这种内在的扭曲，久而久之会让自己发生心理上或者是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压抑和变化严重的会导致疾病轻的会让自己不快乐这是这样，他思考方式变得如此的自动化了，以至于在精神上变得隐形了你看不见它了它自动了你看不见它的这种变化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种生活模式或者社会形态你会立刻看到以前那些隐藏的模式我们这一次第二次讲师内训，我们没有放在国内，我们选择了出国我们会去3个国家泰国的芭提雅，印尼的巴厘岛还有会去菲律宾的像巴拉望或者这个苏务这一带主要的原因就是让大家换一个国家，换一个文化，换一个思考模式，换一个环境，你以前那些隐形的建立在原有社会和文化基础之上的那些信念系统会自动的显现出来因为它以前你在这个旧有的模式或者社会里头，你那些信念你是看不见的你是看不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出国之后会有这种巨大的文化上的这种冲击或者叫震撼叫文化的这个什么 culture shock culture 就是文化，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上的冲击冲突，就是因为在传统的社会里头，在你原有的社会里头，你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大家跟你想的都一样。当你换了一个社会形态以后换了一个社会之后你跟别人就格格不入了这时候就能显示出你的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是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所以说这是平常如果你不换环境是隐形的不过就有创意的人而言，总是能够从显然看起来是陌生的思考方式来侵入、显示或线索暗示或线索，而有创意的人们用那些暗示线索来构建一种艺术、一个乐曲，或者不论什么，他们感到底下有一个汹涌的力量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些人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创造性的人或者创意性的人才，他们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啊，他们就是用陌生的思考方式来侵入啊，这种或者暗示或者这种线索，他能感觉到啊，他能抓住这种他的脑海里的这种突然迸现出来的这种灵感也好，直觉也好，而这种灵感和直觉跟他以往的思维模式是截然的不同，或如此的不同。我们一般人呢可能就忽略掉了啊，我们会更接受这种主流观点。而那些创意的人呢，他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抓住了他头脑中这些跟他自己平常思想不一致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冲突的那些东西，或者是非常跳脱的，看起来大相径庭的或者反差很大的那种点他会把它抓住他会抓住它。对，他抓住它之后他就来构建一个艺术一个乐曲或者其他的一个电影，一个小说一个雕塑或者一个游戏，什么都可以这种奇思妙想异想天开的想法，他会发现后面有源源不断的汹涌的力量。只要你抓住这个线头，抓住这个线索，你抓住它不放，它后面会源源不断的给你带来更多的内容，更多新奇的想法，更多有创意性的东西它后面的力量层出不穷，源源不断汹涌澎湃的。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如何做一个有创意的人如何才能不甘于平庸。很简单，就是抓住自己头脑中那一些不同于寻常的小念头、小线索抓住那些跟你平常想的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奇思妙想、异想天开牢牢的抓住它，绝不撒手，然后揪住它不放就能发现很大的后面的能量包括创作的能量实践的能量或者是完成它的能量，都会被这个线头拉出来你只要揪住它不放。所以说很多艺术家，你看他随身都带一个笔带个记事本他就是来抓这些线头的他已经尝到了这个甜头他发现平常的创作如果不是来自于这种方式的创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会创作出任何好的作品来。那他们就宁肯不创作，他们就在等着脑子里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异想天开的念头他们的好处就是他们的优势或者比我们优秀的地方就是他直接就能抓住它，揪住。我们一般人就把它溜过去了放掉了。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跟艺术家的区别在这儿。他说你和鲁伯有过很多次这种感觉他们都是搞艺术的但是我们所想做的是从一种运作模式转换成另一种。赛斯说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你们都经历过这种感觉奇思妙想，异想天开。但是赛斯说，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现在想说的是，我通过真给你传递过来的赛斯资料，不是奇思妙想，也不是一个什么这个直觉和灵感我传给你的东西是什么？是让你们人类的思考模式从一种模式变成另外一种模式。说的直白一点，把你们人类的思考模式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的思考，就是好坏对错是非善恶，这都是二元对立的模式，把它转换成一种不二的思考模式。不二的模式就是就是好和坏没有什么区别对和错丑和美，就跟老子的思想和这个色不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佛教的思想是一样的。就所有这些人讲的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一件事儿，就这种不二的思想。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来给你传递某些灵感的，我是改变你们整个人类思维模式的，我是把你们从这种唯二的思维模式变成一种不二的思维模式这是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是我传递资料的核心。他说他说可是呢他加了一句，好比说去构建新的大块的内在的意义，那个将导致下一个纪元。下一个纪元不是下一个
年代下一个世纪的意思。下一个纪元就是人类文明会进入下一个纪元，就是我们会进入一个文明的新纪元我们人类文明会升一个级别我们用升级这个词虽然我们不存在升和不升的概念但是这样大家好理解，就是我们会迈入一个新的人类文明赛斯说我的意义是在这儿我会大块的构建它内在的意义我不是来给你们传递这些小的方法呀、手段技巧怎么让你生活得更幸福怎么让你在现有的基础之上不痛苦当然赛斯资料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它不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以解决和不是来解决是两个概念但是并不妨碍说赛斯资料能够顺带着把很多人的抑郁症就治疗好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很多人的情绪问题，很多人的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这些东西都一扫而空的全部治好了。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干这个他的目的就是真正的让人类进入下一个文明阶段这是他前面说了，去构建大块的内在的意义这是他新的构建新的包括我们现在在传播赛斯资料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在通过你听我讲，我在慢慢的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替换了你的内在的很多的大块的底层信念了很多人为什么会发生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去迎接新的生活面对未来和未知丝毫没有任何恐惧，就是他底层的信念被替换掉了他找到了他内在的意义他不是再从外去寻找意义了他不再从外求了他在内在寻找到的重要的意义他又停顿了很久4点44分3个4那么当然你们所涉及入的其实是一个全新的教育过程赛斯再次强调是一个全新的教育过程，因此你们至少能分辨一个风格的思考和另一个风格的思考，因而能够较自由的做选择。赛斯说我们其实在干什么，在进入的是一种什么，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的再教育的过程这个词虽然不太好再教育其性质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教育心灵家园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教育教育什么就是让大家从二元的思考模式变成不二的思考模式从对立的思考模式变成合一的思考模式从分别的思考模式变成你跟万物是一体的这种思考模式这其实就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进化的必经之路，而这个需要漫长的引导需要去有耐心的去做大量的教育工作所以说我们心灵家园要在今年夏天要做教育我们要从小孩子开始做起开启孩子的底层的智慧和他的潜能我们会结合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灵性觉知能力的培养逐渐的打开孩子本来就有的这些内在的感官让孩子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一手AI 一手这个灵性的成长内在感官的超能力的这种发展，成为在未来我们今天来看人类文明的下一个阶段，我们今天的人类看未来的人类就是一个神人的存在就像神一样的人，他一边受人工智能的加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方面他开发了他人类的另外的极大的潜能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古代人的那些神通他都具有了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开神通，他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而那些神通会自然而然获得他不需要去追求，你追求他反而完蛋了你要为了追求神通为目的，那你就啥也得不到适得其反。这里赛斯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从来不去提倡任何对于神通也好，或者是这种超能力的追求啊，我们甚至反对啊任何对于这种超能力的这种追求啊和专业的练习。相反，我们更看重的，或者我们更在意的是你的思考模式和你的认知模式的提升。所以说赛斯这里头也提出来了，他说你们最少要能分辨出这样的思考模式和那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旧的思考模式的这个区别呀，你才能做自由的选择呀。当你还想活在旧的时代里头，那你就用旧的思考模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当你想进入新的时代啊，想带着人类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你要能分辨出他们是不是在用新的思考模式，是不是在用这种不二的思考模式在思考，是不是用这种一体性的思考模式在思考。他说作为你和罗和珍来说，你们要能分辨出来啊，我们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也要能分辨出来啊。你要能马上判断出一个人啊，他的思考模式是在哪个阶段。虽然我们都能接纳，都能包容，我们并不去评价他、评判他，说这个好那个坏，但是我们要能，不能说你我们不评判，我们就不分辨了，我们就傻子，我们啥也不知道，不是的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你在用什么模式在思考，我们也知道你卡在哪里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在你卡住的那个地方在你想要的地方去给你提供帮助。我们是希望你能够换一种思考模式，你所谓的卡住的地方根本就不是卡住是你的思考模式让你卡在那里。你是自由的，你是无拘无束的，你根本没有被任何东西卡住，卡住的只是你的思想，只是你的认知，只是你的信念，只是你的思维模式让你卡在那里了，把你卡在那里一动不能动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所以说当我们能看到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大家呀，你才能帮助大家从一种思考模式转到另一种思考模式。如果你都不能分辨，你怎么能帮助大家呢这是赛斯这段话的意思我希望大家也能听懂。我们心灵家园的小伙伴在以后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首先要做好自己，你先不要管别人，你先看你自己的思考模式是哪一种，你先能实时觉察自己是在哪种方式下思考的当你发现还在用旧有的模式思考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是在用旧的模式思考了，那我以后或者现在立刻用另外一种思考模式再思考一遍，看得出的结论是否一样。如果结论不一样，我们用后一种思考模式，就是这种不二的思考模式给我们做决定或做指导。我们不要再用第一种思考模式得出的任何结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做的下的一个决心这也是赛斯想让真彻底痊愈和好转的良苦用心就是你都知道这两种思考模式的区别和对你的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那你为什么还在用旧的思考模式得出的结论来指引你的生活，而不用这种新的思考模式得出了一个更好的或者更明智的决定来指引你的生活呢？这是赛斯想不通的地方所以他也一直苦口婆心看他翻来覆去说的还是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说赛斯，也不说罗和珍，我们说我们自己我们学灵性资料最核心的点是把自己带进去。你不要一说就是真的问题罗的问题，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这种问题我现在说的就是你不要看别人，你有没有在生活中用还是那种小我的思考模式去做决定你能不能给自己下一个决心，指天发誓，我某某某从今天开始，我只用这种新的思考模式做的决定来指引我的生活？敢不敢发这样一个誓？我从此再也不用旧的模式来指引我的生活了。我允许我可以用那种思考方式，我不指责自己，我也不苛责自己，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事事都按照新的模式去思考。我承认我还生活在三维世界里，我还会受到三维世界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我知道我还有评判、挑剔、苛责，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做重要决定的时候，
能不能先从这个地方改起，只听从这种不二的一体性的思考模式给你得出的结论和结果，用它来指导你的生活。在一些小事上，那你也不用事事都如此小事上可以放过它，先把大的改了。在你人生的重要的决策转折这些点上，能不能用这个做一个大的决策慢慢的把它过渡到小的地方上去如果你能咔嚓一下全改过来，不论大和小，以后所有的决定都用这种不二的思考模式做决定，那你太好了，你一下就进入开悟的状态我敢跟你说，我敢给你担保你如果事事都如此思考，你就是一个开悟的状态很多人不知道啥叫开悟的状态我就告诉你，这就叫开悟的状态事事都用第二种思维模式去思考，这就叫开悟了。如果你不能做到事事你只能说你还没有开悟，你只能说你知道开悟的方法了，你懂得了开悟的道理了，你明白就是明白这个事儿了但是你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做到怎么办？就是说的叫知行合一明心见性就是从此发一个大愿，立一个大事就从此生活就一马平川，过上了开挂的生活好了，这就是我在这两句话看似很稀松平常的两句话它底层的思想赛斯的想法是非常深远的然后赛斯接着说他说我的确想要给你这个资料就是赛斯资料不是这个赛斯资料是说而以一种说法这将帮你们了解关于鲁伯想象的平台，以及为了上一节没上课的课所需的内在程序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说的就是上次不是罗说，如果说赛斯的出现能让真加快复原和自我疗愈嘛，那罗的建议就是，那就是你真自己在的时候，你就链接赛斯，你也不用等我也不会记录赛斯来了呢也不说话也不传资料，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跟赛斯连接的这个状态，换句话说你进入到了一个跟赛斯连接的这个平台上，那你是不是就能加快疗愈了呢他是让真这样的话就不用等着每天上课这么半个小时10几分钟才有这样的一个疗愈加速疗愈的过程这是这个罗的这个想法。然后赛斯说呢，他说我就是想要给你这些资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进不进入这个平台当然进入这个平台更好，可以起到疗愈作用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的思想的模式的转变，就他前面说的，就是你上这个平台和不上这个平台不如你自己思想模式的改变对你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这是赛斯想告诉他的这个点但是呢他说那关于你想问的这个问题他说我也可以给你说一些他说我想要给你这些资料对，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就断了就是这个他说可能后面会想吧但是赛斯前面说的这段话其实是更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还是那句话，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要去外求什么一个平台某一个状态什么的对我们这个最朴实的或者最脚踏实地的说法来说，你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你的思考模式的转变是远大于你在什么平台之上的那种转变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能够注意和提升自己的然后接着赛斯就离开了也许回也许不会回当然还那句老话在4点50分，赛斯真说赛斯可以一直说下去的他可以不停的说下去我遗憾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中间呢他被打断了这个带着餐盘就来了这个点儿也不对4点不到5点就吃饭了
啊，他很遗憾啊，他遗憾失去了这次机会。那本来他赛斯想谈的啊，他说他曾试着够到赛斯在上一节描写的这个平台，就是他平常他说他曾经试过就是说到那个就是在他跟赛斯都在这个平台，但是不讲内容就像我建议他去做的那样，但是只有有限的成功他没有太大的有限的成功。然而呢，他达成了一些东西，所以呢，值得继续一阵子我说，就是真说我按照罗说的方式去建议去做了但是都做到了一部分，没有全做到。然后呢，我也提醒真关于我问为什么所有的发烧等等等事件都是在真实行他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种方案之后立刻开始的，赛斯并没有回答他说我们明天再试。我又再按呼叫铃，而林尼马上来解开针的钩子，在他的肝素锁里头注入一剂肝素，以保持它开放，以便注射下一剂皮下注射。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针的两臂和双手以及他的脚都有另一个活动增加的绝佳的插曲。我鼓励他说，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要继续下去。而如果今天他打电话来，便要给我一个他的活动进展的报告他说真，我爱你。这是罗的这个2月15号的。那现在看一下2月16号的1984年2月16日，星期四下午4点20分，真没有来电话当我给我一个昨天离开时，他正在享受新动作运动的进度报告他并没有给他一个报告如他今天展示的那些动作大半仍然在他昨晚睡得非常好因为他身体松了很多关节都可以有大幅度的活动了真有一些其他极好的消息，比如说上周检查他水疗室的治疗师今天早上检查真的2条大腿上的溃疡的时候，真是倒吸了一口气。他说我不相信这件事。他告诉真，溃疡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他去拿了一个测量工具，就像是千分尺似的东西，来核查那个减小的度。然而另外一个护士有一天曾经前几天还说这个溃疡的排水更糟了，一个很令真反感的说法我也很反感前几天有一个护士是这么说的真的体温在正常范围，今天早上也没抽血，真的午餐吃的还好。3点半，在真无法读昨天的资料后，我读给他听。我的喉咙沙哑，我在吃了半颗我在情人节买给真的糖以后，我开始咳嗽，不大能读了这个罗买的这个糖也是情人节那种礼盒装的也估计不是什么好糖再一个就是美国的糖确实特别的甜不是一般的甜我们可以用齁甜来形容所以说这个一般人可能不太能适应它3点45分杰夫来了，他要真继续注射这个膀胱炎的这个抗生素几天。真曾有血液感染，现在已经清除了。杰夫要他注射钾和维他命 C， 以保持血液呈酸性，因为这样会抑制细菌的生长。3点55分，真的体温为华氏98度9。我读2月1日、6日、7日的课给他听，他说他的眼睛真的令他心烦，他们非常的红。我建议，如果他要上课的话，说赶快上，别管他的血压还要不要测量。再一次的，窗子是开的，而窗帘拉上了，因为阳光非常亮。这是他的新活动的第15天，而我已经提醒了他要赛斯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恐惧与感染的事在第1天后就爆发了？就是他为什么开始新生活的以后就开始发烧了再一次的，赛斯的真的赛斯之声比较小声音，他转述时有相当的慢然后赛斯就说：现在再次祝你们都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鲁伯以一种决心和信心开始这个新计划看，鲁伯开始新生了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今天是新生活的第1天，就是他的决心和信心就是非常强大的开始了这个新的计划。那个决心和信心也让他看到他已经离健康正常的行为有多远了。什么意思呢？在之前鲁伯是没有决心和信心的他就是随波逐流，甚至他认为自己都不会好了。
但是当那一天啊，他突然下定决心说我要康复，我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当他决定他想康复的这个信心一旦下定，他才发现他自己已经滑了这么远了啊！就像有一个人啊，从这个山坡往下滑，他一开始呢，他很绝望，他觉得他没戏了啊，他肯定会坠入悬崖啊，肯定活不了了，所以说他也不抵抗，他就一直往下滑。当他滑到半截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念说不行，我不能死啊，我要抗争。这一念一起，他一抗争啊，他比如说他蹬住了一个石块或者抓住了一个树枝，他停下来了。而这个时候，当他在抬头看他滑下来的那个山坡的坡顶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滑了有多远啊！现在他在描述真在当时的心情。当时真是下了一个决心要康复，但是当他的决心一下，他才发现自己离康复有多远，自己滑了有多远，自己放弃了自己有多久啊！我就形容刚才那个人的心态啊，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有一种害怕，他能觉知到那个距离他发现那距离很远因为他不知不觉已经滑了很久了，他都已经快不能动了，整个身体这的确仍激起了他更大的决心和信心。但是呢，这时候他决心和信心已经下了，他有更大的决心和信心，但是他那个时候对他先前没有遭遇到的了悟他没有遭遇什么了悟呢？就是他看到了更多他有多久没有享受到任何像是正常生活正常活动度的东西了，就是他身体的关节的活动度。用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说，那这个人突然领悟到他已经失去这种就是这个离这个坡顶的距离有多远了。他也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处境，自己要爬上去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困难这个距离很远而对真来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限制的几乎不能动了快。虽然决心有了，但是也让他看清了现实。以前他为什么没有这种觉知？以前他都放弃了他都没有去仔细死，他都没有想过他能好或者能彻底的康复。他在没有想过彻底康复的时候，那这个身体怎么样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他想康复的时候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不能动了，离好那还远着呢这是他的痛苦的点那些感受的确吓着他了确实吓着他了他发现自己原来滑着这么远，而导致好几回合的这样的一个忧郁，他确实忧郁过你就想想我刚才举的例子，你更能形象的话，这个人突然不想坠落深渊想再往上爬的时候，发现自己曾经坠落了这么远这时候当他看清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确实吓了一跳之前如果闭眼等死的话无所谓，滑多远都无所谓，反正最后是一死愿意滑多远滑多远。但你不想死，想再爬上去的时候，那这个滑多远对你来说就真的是很重要了这时候他就吓一跳。不过那些回合帮助他摆脱了深埋的感觉就这种忧郁这种看到自己的现状但是又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康复的这种拉扯能够让他摆脱那种感觉深埋的感觉。深埋的什么感觉？就是想继续往下滑嘛，这以前的感觉就是放弃的感觉摆脱了那种放弃的感觉了而他决心的确给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个更大的推动力，但是他的这种决心就是我不论现在什么状态我都要好虽然很害怕，虽然知道很困难，但是决心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一下就让他的免疫系统有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所以他免疫系统整个就开始起反应，向正面的方向去转化了。昨天和今天的进步显示身体的能力在恢复，而展示他自己朝向更大的动作和弹性的意图展示身体可以做得更好了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意图了。然后到4点27分停顿，他说以同样的方式，鲁伯从另一个角度去遭遇一样的环境类似的方式是一样的。当他看见那个环境如此的与一个正常的情况不同，那也吓坏了他。除了他身体的这个
限制的快不能动的这个情况吓坏他以外，医院里的环境也吓坏了他啊。他发现医院原来这么多的跟正常生活原来这么多的不同，这么多的限制，这么多的打扰啊，而且那么多的负面信息啊。你记得前几天在他刚开始决定新生活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正面的信念了但是他的周围的护士没有总给他说负面的东西你的溃疡越来越不好啦，你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啦，你这发烧肯定很严重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原因等等等等就这些负面的东西让真已经有了正念想自我恢复的人是深受打击的所以说真对周围医院的环境也吓了他一跳不过经由所有这些都已经经历过的，身体在反应他在发烧他的确在加快疗愈的过程。我前面讲了，发烧不是坏事有的时候是免疫系统在起作用，在清除体内的病毒的或者是细菌的时候，都可能会发烧再一次的，你要重读那些课，是一个极佳的想法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现在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一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道我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他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然后这时候经过长久的停顿真在犹豫，而我觉得我令他卡在了半出神和半回神的状态里头。他后来确认了此点他确实是在那种但是他又回到了出神状态他开始回答说可以这是赛斯在说的，你可以问然后罗说呢，我描写了我有一天的梦，那是我已经告诉过真的了。我与真以及我们的邻居这个乔本巴洛坐在我们的沙发上，乔和我们同住，我们3个人一起吃晚餐，一边看电视。乔的太太玛格丽特不在梦中，在做梦的时候，我奇怪了一下子，是否他暗示着什么事儿发生在他们身上那就是说乔或者玛格丽特。当然乔是自一个已经严重的心脏状况恢复了的而如果你不见怪的话，那是事情的重点这是赛斯说的他说这个他说跟乔没关系跟玛格丽特没关系，是因为乔曾经有个严重的心脏状况，他后来恢复了他说那个才是你梦的重点。此地赛斯是双关语无法翻译出来，因为心脏的状况这个 heart condition 和事情的终点 heart of the matter 都是与心有关都是核心和关键的意思所以说赛斯很巧妙的用了一个双关语他说他看到真或者鲁伯他说在那个梦里头你看见了真或者叫鲁伯像乔一样的护肤员的很好，那个就像是你将你们的邻居乔用作一个范例，乔也自医院的环境存活过来乔也从医院的环境活过来了就是乔能活过来，而且在那个梦境里头真也是康复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暗示，真也能从医院恢复过来谢谢你，4点33分。那使得它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小梦了，我告诉真因为在那个梦里他也是完全复原的。真的确记得我本周早一些时候告诉过他这个梦，然后他哽咽着说，在这么久的时间之后，直到有一天我才真的感觉我已经偏离正常的动态或者是生活有多远了这是他的原话现在我如此渴望回去，我非得用他生命不可，而我非要用他非要让他用我等等等，还没说完。就是真说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滑落离正常生活有多远了，我现在想回去了，我现在想康复了我现在不想放任自己下去了我不能放任我的信念去侵害我的身体了其实都是他的信念限制导致的真说我想康复了我要相信我的生命等等。这时候真说到这儿的话，然后赛斯就打断他了不是赛斯，就罗就打断他，他说提醒他说，按照我今天读给他听的2月4日的这个课而言，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他不是说要去用心或者用生命做什么他只需要
不去阻挡他身体疗愈自己的自然能力就可以了啊，他只要不当帮倒忙就行啊，他只要不去干扰他，他的身体自然就会疗愈啊。我对他身体在这么多年之后仍在试着扶正自己啊感到惊讶啊。他说我还是感到很奇怪，就是他身体已经恶化到这么多年以后，他居然彻底的改变了啊，想要恢复回来了。而其实这些悲剧早就应该可以避免啊，但是他任由他发展了这么多年，直到说句不好听的话再不去改正，就小命不在的时候，真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开始彻底的改变但是这个彻底还是打引号，他没有彻底到后面你能看到他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变化很多人不太理解真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疗愈在这个健康之道的书的每一章每一节里头通过真和罗他们俩夫妻两个人的对话，还有赛斯参与过程当中，你能细细的品味真的底层的思想和信念当然是透过罗的这个记录感受到的他说真这时候呢确实是想回来了，虽然在这个放任自己很多年之后我想我们能对自己多残忍呢？这赛斯其实对真是有点抱怨的你怎么能放任自己，让自己的信念伤害自己到这种地步，这么多年呀他说你看我们对自己曾经多么残忍，而这提醒了我的老问题，关于为什么身体意识本身有时不就干脆反叛，拒绝让错误的信念如此的打击自己。在对我的一个问题的响应的时候，赛斯曾经说过这一点但是我们需要的更多的多，他也未谈到我的问题，关于不论什么转世影响到真的身上的运作的可能性这跟转世没关系他曾经问过赛斯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身体自然有身体意识这么强大，有自我疗愈功能，为什么不能这个屏蔽掉或者回避掉这种负面信念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呢为什么不直接就回绝它呢为什么允许自己的意识或者自己的负面信念伤害自己的身体到如此的地步呢？你的身体意识难道不能做主吗赛斯曾经解释过，说身体意识是可以自我修复自我矫正的，但是当你的信念尤其是这种负面信念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身体意识也拿你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回归到这个人的自由意志本身来说，就是我们创造了自己，或者宇宙创造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探索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自动的功能，比如说像机器人的这种自动功能一样，我们人类也配备了很多自动功能，比如说身体意识的自我康复和自我疗愈功能，就这个自动功能，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只要不干预它会做得非常好。但是还有一个更优先的功能，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功能就是人的自我意志出来之后，虽然它是后产生的自我意志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自我培养的，但是只要自我意志一出来它就完全接管了它就有最高的优先权，它就能接管所有那些自动意识所以那种自动意识虽然在它不干预的情况下还会自动工作，但是它只要一干预，它就会就停止工作。我举个形象的例子你的自我意识就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但是乱指挥的这个老板你的身体这些自主意识或者自动意识呢，就像特别专业的这些工程师或者是这个专业团队，但是这个错误的或者这个愚蠢的老板呢，总是瞎指挥，但是因为他权力足够大，他指挥底下就得听他的，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你这个工程师为什么不能去反抗上级的领导明明知道他这个方案是错的，明明知道这个会对企业或者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你为什么不去制止他但是对一个工程师来说，他只拿工程师这份钱你不能要求他去起到一个厂长的主人翁的精神，能够去阻止这种错误的决定他肯定试图也阻止过他也提过自己的意见，但是你指望他能最终阻止这件事情，他是做不到的这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也不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所以说这个核心的点啊就在这儿啊，就是说我想我已经讲清楚了啊，就是这个不要再去在这个问题上去纠缠。另外一个点，那你说你的身体搞坏了，你的这个更大的自己不着急吗？啊，身体意识不着急吗？着急啊，他也担心，他没有办法啊。一个是更大的自己，他不在乎啊，他没有痛苦，他不难受，身体对他来说无所谓的啊。那个更小的自己啊，身体意识，他有能力，他有权利把身体维护好，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啊，中间夹着一个自我在中间啊，这个自我又很强势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他们的关系是这么一层关系啊，更有权利的啊，他不在乎啊，他在看戏一样的看着啊，看你在这折腾啊，他没有痛苦啊，他无所谓，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体验，不论你生病也好，把自己限制的死死的也好，把自己捆绑起来丢到山洞里头也好，对他来说啊，都是在看你在表演啊，他不在乎啊。但是那个在乎的那个小的啊，这身体意识，他又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能够直接反对你的自由意志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现状。我告诉真，既然发烧这码子事已经渐渐过去了，我期待着啊，他的身体能够继续进步，如他显然试着在做的那样，他的新的动作是身体表达他自己不可置信的努力的一个好的兆头。我在替他翻到侧面，然后小睡了一会儿之前，我试着先在先前的一节里找到我和真和乔的那个梦的描写，但是我却找不到，运气不好。我终于必得相信，不论我的好意图，我真的忘了将它们打字进去了，我没有将它写到笔记里。当进来真没上课的那一天，2月13号，我到家后才发现啊。晚餐以后，我读此节给真听，他于是承认，今天他变得害怕了啊，今天他开始变得害怕了啊，因为他有时会咳出痰来，而在课后他甚至更害怕了。你看他的恐惧多严重啊！真给他这么安抚，他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害怕了。我被他的反应吓着了啊！罗吓了一大跳，罗说：“真，怎么赛斯说了这么多，你不仅没有去掉你的恐惧，反而怎么恐惧还更大了呢？啊，怎么会更害怕了呢？在所有我们试图做了这一切之后，他仍会对某个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咳嗽啊，有过度的反应，还害怕啊，把它当作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啊，这非常让罗非常的惊骇啊。因为咳嗽是他身体康复复原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没有什么值得可害怕的。换句话说，应该是一个好事儿啊，能咳出来，能咳嗽是一个好事儿，能把痰排出去，这也是好事儿。可是为什么真这么害怕呢？罗都诧异啊。这个其含义令我震惊，而我变得忧郁起来了啊，罗就忧郁了。他在想，我看不出他有康复的那一天，看不出他有一朝一日会打破世界以及他在其中位置的恐惧反应之循环。他对被攻击和生命本身的恐惧啊，这无法打破这个了啊。他对被攻击和对生命本身的恐惧，我奇怪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我们所有这些时间都在做了些什么呀？把罗给整抑郁了啊！罗说：“你如果真是这么一个信念系统，我真的拿你没办法了。不论赛斯怎么说，我怎么说，那居然你为一个小小的咳嗽，你都会害怕、恐惧成这样。这明明是身体好转的一个迹象，你却把它当成身体恶化的一个迹象。”罗说呢，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看不出他会有好转的那一天了。就是不论我和赛斯怎么去说服他、帮助他，他仍然无法去掉内心恐惧的这个信念。而且罗也知道，这个恐惧的信念不去掉啊，他的自我攻击就不会减少，他就很难真正的痊愈啊。罗的判断没有错啊，因为罗跟他朝夕相处啊。虽然他有些在书里头没有明确的写出来，但是罗在这篇文字里你可以看到，罗是非常的失望
抑郁了，他都不知道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做这些事情目的是为了啥。目的不就是让真没有恐惧吗？可是结果呢，真不仅没有恐惧，反而更恐惧了。这罗就有点蒙圈了啊。对，所以说这是他的抑郁的地方啊。然后罗也不客气啊，罗说：“我可以说些什么吗？”我问啊，他有点不高兴了啊。他说：“我不了解你怎么会像咳嗽这样一个有益的事情如此害怕呢？却忍受了这么多年无法走路的事儿，你怎么都能忍受呢？”罗说的话挺难听的啊，说你咳嗽是一个身体在开始康复好转的信号，你却如此害怕，你自己都不能走路，你的身体开始往下滑，或者是开始往更坏的地方去坠落的时候，你却不恐惧啊？你都不能走路了，你都不恐惧，你现在咳嗽一下，你恐惧啥？啊，罗的话就是我翻译过来就很难听，说的意思就是啊，你过去这几年任由你的身体恶化，任由你攻击你自己，任由你的身体在不断的啊，一天一天的恶化，直到都不能走路了，也没见你恐惧过，也没见你因为恐惧而改变过。今天当你开始好转的时候，咳嗽是好转的一个表明的一个迹象的时候，你这时候害怕了。罗就直接说，这个矛盾让我不解，我不能理解你是怎么想的啊。我不在乎赛斯说的关于贫穷的极致，好比说我认为你的行为是极致的，在我的社会的脉络里它是极致的啊。我不知道他这个点是说这个贫穷的极致指的是什么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不管赛斯说什么啊，贫穷是不是一种极致的什么表现啊？但是他说我认为你的行为是极致的啊。这个极致的词我不知道他是我没有看他的原文啊，他是怎么翻译的啊？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啊，就是极端的，这里头应该他更想说的是一个极端的极端这个词可能更好理解一些啊。他说我先不管赛斯怎么说贫穷这件事啊，是不是一个极端的行为？他说就说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极端的行为了啊。什么叫极端的行为？就已经令人发指、无法理解的地步了。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然后罗也发现自己说的很重啊，但是他也不想再往下说了啊。他也是觉得可能说了也用处也不大，他就不说这个换事了啊。他说现在说说我小睡时候的梦吧啊。对，他每天5点多以后啊，在这个晚上走之前，他会睡一小觉啊，吃完晚饭当真吃晚餐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梦到我接到一个银行办事员的电话，那个女孩告诉他说，我为真的医院基金会所存的支票，并非我俩都以为的是1000元啊，反之是100万元。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确定吗？我问。那个办事员说，是的，是100万元，之前算错了那些。然后罗在梦中的电话里跟那个银行职员说，你留好那张支票，我20分钟之内就到啊。你看他在梦中他存了一张支票，他前2天存上，银行打电话说，你这个支票不是1000块钱啊，你存了是100万的。然后罗说，你确定吗？那银行职员说，我确定是100万。他说，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很有意思，这是他的一个小梦啊，插在后面，其实为了缓解一下他这个愤怒的情绪啊，他告诉真我并不期待任何人给我们一个100万，但我确信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好兆头的梦啊，这是他的点，其实是为了缓解一下因为他跟真的这种情绪是很大的真的是很有情绪他虽然没有说的那么明确，你从言涵这个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好了，关于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今天就先解读到这儿关于你怎么来看真他在康复过程中的这种信念上的反复和情绪上的这种来回的拉扯你也可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那最后还是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